好吃不过家常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鹏。田螺鸭相信很多人都爱吃的，但是我们在家里该怎样去做才好吃呢？今天阿鹏呀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详细做法，让你们在家里就能轻松做出饭店的味道。这样子做出来的田螺鸭，不管是下饭还是下酒都是非常不错的。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半个新鲜的鸭子。我们将鸭子买回来后，需要给它再次的处理一下，把鸭子身上残留的毛根给它去除干净。去掉毛根以后，我们再把腹腔也清理一下，把里面残留的内脏还有血块去掉不要。全部处理干净以后，我们将鸭子控水捞出。下一步进行分切，我们将鸭子给它改刀分切成小块。在分切过程中，我们要尽量的把鸭子给它改刀分切的均匀大小一点，这样子的话才能保证在后续烹饪中每一块都能够均匀的软烂、成熟和入味。我们将鸭子全部改刀切好以后，大概视频中这样子的大小就可以了。切好以后，先把鸭子先给它装在盘子里面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再准备适量的田螺，不需要太多的，大概买个2、3块钱就可以了。严格来说，这种螺叫做石螺，这种也属于田螺的一种吧，要比田螺要稍微的小一点点。我这个螺呀，已经是提前的让老板处理好的了，把它的尾巴去掉的了。我们将螺丝买回来后，需要给它清洗一下，用流动的自来水将其不停的搓洗一下，把螺丝身上的一些青苔还有脏东西搓洗下来。而且我们在清洗的时候，要尽量的把螺丝给它多清洗几遍，把它的一些碎壳还有脏东西全部的清洗下来。最后将螺丝给它清洗到水变得清澈为止就可以了。接着给它控干水分备用。田螺鸭要想做的好吃，以下这2款是比较重要的配料，这个就是酸笋还有酸姜，这2款都是腌制过的，准备各一小块就可以了。我们在做田螺鸭的时候，添加少许的酸姜还有酸笋，可以让田螺鸭的味道更上一层楼。下面我们将其进行改刀分切一下，清洗干净以后，把它改刀分切成薄片。这个酸姜先给它对半切开，也是同样的把它改刀切成薄片。我们将其全部改刀切好以后，接着先给它装在一起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再准备几颗大蒜，用刀将其拍一下，让大蒜的味道可以更好的释放出来。接着先给它装起来。下一步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泡椒，还有一点点的小米辣。我们将小米椒给它改刀切小，给它切成小圈，全部改刀切好以后，接着先给它装在一起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再准备另外一款比较重要的辅料，就是苏子叶，也叫做紫苏。添加少许的紫苏，可以让田螺鸭的味道更加好吃的。我们将紫苏清洗干净以后，给它直接的切成丝就可以了。切好以后，给它单独的装起来备用。最后，我们再准备少许的葱段，给它改刀分切成大概4到5公分左右的小段。切好以后，给它单独的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首先，锅中烧水，把螺丝给它冷水的放进锅里面，将它焯水一下。冷水下锅可以让它的螺盖随着不停加热，更好的方便脱落下来。螺丝焯水的时间也不需要特别久的，水烧开以后，给它焯水个1分钟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我们将螺丝焯水过后，接着立刻的控水捞出，将其清洗干净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再重新起锅，将鸭子给它放进锅里面，先给它摊开，给它煎制一下。在这里需要注意，新鲜的鸭子呀是不需要焯水的，我们只需要用锅给它煎制一下，或者给它煸炒一下就好了。将鸭子煸炒一下或者煎制一下之后，这样子做出来鸭子会更加好吃，更加香的。鸭子下锅以后，我们开中火给它持续的煎制一下，把鸭子给它煎至微微的金黄焦香。
随着不停的煎制，把鸭子的水分还有多余的一些鸭油给它煎制出来。经过这样子煎制以后，可以去除鸭子的腥膻味，可以让鸭子吃起来更加好吃。这里面的水分还有鸭油就不要了，是比较腥的。将鸭子煎香以后，先给它盛出来备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再重新起锅，把刚刚煎好的小料放进来，开小火把它翻炒一下，先把小料炒出香味。我们将小料全部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把螺丝放进来，然后再立刻的将火候改为大火，把它快速的翻炒一下。开大火给它快速的翻炒，大概1分多钟，将螺丝给它炒出锅气，炒出香味。炒香以后，再将煸炒过后的鸭子给它重新回锅，再继续的开大火进行快速的翻炒，将其翻炒均匀。翻炒1分钟以后，我们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蚝油，再继续开大火给它快速翻炒一小会，把蚝油的酱香味给它翻炒出来。经过这样子不停的煸炒、不停的炒香以后，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去腥增香的效果。我们将所有食材全部炒香以后，接下来呀，往里面添加一罐啤酒。我们在炖煮的时候添加些许的啤酒，可以软化肉质，让鸭子的味道吃起来更加好吃的。然后再往里面再添加适量的清水进来。下一步，我们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再添加一点点的鸡精，还有少许的白糖提鲜，再添加一点点的胡椒粉，还有生抽少许，最后再添加一点老抽提色。调味以后，我们扣上盖子，开中火给它慢慢的炖煮，大概25分钟左右，把鸭子给它烧至软烂入味。大概炖煮25分钟以后，我们开始打开盖子进行大火收汁，把汤汁收至浓稠。阿鹏呀，每天给大家分享各种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如果大家也喜欢的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不妨试做一下。把汤汁收至浓稠以后，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葱段，还有少许的紫苏，然后再立刻马上给它翻炒一下，给它翻炒均匀，把紫苏和葱段给它翻炒至成熟。这个紫苏呀，一定要最后才放的。如果下锅比较早的话，那么它的香味会流失掉的。我们将葱段和紫苏炒熟以后，再往里面再添加上少许的明油。在出锅之前添加少许的明油，可以起到一个增色提味、提升口感的作用。然后再继续的把它翻炒几下，给它翻炒均匀。接着我们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子，一道香喷喷的田螺焖鸭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子做出来的田螺焖鸭，不管是下饭还是下酒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哪怕是汤汁拌饭，相信你也能吃上满满一大碗的。如果大家也喜欢的，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